上一期中说到，罗杰海贼团与白胡子海贼团展开了持续3天3夜的大战，最终双方均无伤亡。打累了，大家坐在一起开启了宴会，可能这就是强者们的社交，亦敌亦友。罗杰得知光野玉田可以解读指向最终之地的历史文本后，不惜给白胡子下跪，恳求白胡子将光野玉田借给自己1年，只要有玉田的相助，自己必会在1年之内找到最终之地，成为海贼王。白胡子没有意愿和罗杰争夺海贼王的称号，但是他早已将玉田当成家人一样对待。罗杰想从他的身边将他的家人夺走，这是白胡子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他当即拒绝了罗杰，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玉田听说罗杰要带自己去往最终之地，心潮澎湃，他想看看传说中的最终之地到底是怎样一番美景。玉田安抚了盛怒的白胡子，请求他允许自己跟随罗杰出海1年，完成自己出去看看的愿望。白胡子不忍心拒绝玉田，只好同意。罗杰一行人为寻找红色历史正文而奔走。玉田得知罗杰只剩下1年时间的寿命，大惊失色，而罗杰却十分淡定，表示这都是小场面，不是什么大事儿。重要的是我要抓紧时间活着，找到最终之地。一行人乘坐上升海流来到空岛，玉田大开眼界，天空上居然还有城市，恐怕连佛祖都想象不到吧。在空岛，罗杰看到了记录着古代兵器波塞冬的巨型黄金钟，罗杰让玉田在上面刻下了戈尔迪罗杰到此一游的字样，这就是几十年后路飞一伙来到空岛时看到的那行海贼王留下的文字。玉田对罗杰的行为越来越好奇，他很想知道罗杰用自己生命最后这1年苦苦寻觅的最终之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此玉田竭尽全力帮助罗杰，帮助他寻找历史正文。空岛旅行结束，一行人乘坐章鱼热气球回到海面。因为海贼船受到了伤害，罗杰决定先到造船的城市水之都、水之七岛，将海贼船大修一番，做好准备向最终之地前进。一行人很快找到了水之七岛，弗兰奇的师傅，世界著名的船匠汤姆接待了罗杰。罗杰一会儿和汤姆可是老朋友了，久别重逢让众人都特别兴奋。当年还很年轻的可可罗婆婆担任汤姆的秘书，给众人准备了丰盛的餐食来招待大家。玉田好奇地四处张望，一个穿裤衩作业的少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人不用猜，肯定就是少年的弗兰奇了。玉田热情地邀请弗兰奇上船，弗兰奇则鄙夷地拒绝了他。日后弗兰奇可有话题了，他是路飞船上唯一一个拒绝了罗杰海贼团要求的男人。海贼船修好后，罗杰一伙继续回到旅程之中。历史总是出奇的相似，罗杰一伙到过的所有地方都有路飞的船员们曾经去过的地方。世界说大也大，需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环游这样一圈。世界说小也小，每一个标志性建筑物，每一片海域都讲述着相似的故事。在前往愚人岛的时候，罗杰和玉田都听到了海王类的说话，展示了聆听万物之声的能力。这种能力路飞和桃之助也拥有。愚人岛的国王尼普顿亲率卫兵前来驱逐入侵者，罗杰一露面，双方都惊了。原来罗杰和尼普顿也是老熟人。尼普顿将罗杰一伙请进愚人岛，却没有老熟人见面时的惊喜，而是一脸愁容。细问之后才知道，尼普顿正被一个预言所困扰。预言中说愚人岛的大门会被什么人破坏，这种时候罗杰一伙来了，尼普顿自然而然就把这种灾难联系在了罗杰的身上。如果不是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尼普顿是不会放罗杰进来的。众人正说着话，龙宫城外面的海王类突然发飙，撞坏了龙宫城的大门。罗杰怒道：“你瞅瞅，根本和我们没有关系。”愚人岛的巫婆夏利通过预言得知，海王类发飙是因为要等待愚人公主的诞生。这时候的夏利年仅3岁，但是她的预言无不应验，整个愚人岛都指望着她预言活着呢。尼普顿打断了叽叽喳喳的卫兵们：“我才刚刚继位国王几个月，婚都没结呢，哪来的公主？”夏利的预言不会出错。尼普顿虽然心生疑惑，但心里还是有点眉目的，因为有一个名叫伊姬的人鱼率领群众进行政治游行示威。尼普顿一想起这个女的，心中不仅没有恨意，反而有那么一丝丝的紧张。罗杰打断了尼普顿：“我们千里迢迢赶来，可不是听你唠家常的，赶快把你家最牛逼的宝贝搬出来。”罗杰来到这里是为了找到第4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红色的路标历史正文一共有4块，一块在毛皮族的左岛，一块在和之国，一块在大妈那里，第4块就在愚人岛。罗杰顺路经过这里，来愚人岛看了一眼。在愚人岛的海之森林中，不仅有一块红色的路标历史正文，还有一块普通的历史正文。玉田经过翻译后得知，这块历史正文没有太多的价值，是一个名叫乔伊波伊的人写下的谢罪信。乔伊波伊是存在于空白100年中的人物，他似乎和人鱼公主有过什么约定，但是因为无法履行，所以写下了这封谢罪信。罗杰有点失望，
在空岛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块历史正文提到古代兵器波塞冬就在愚人岛，这是一个据说是可以驱动海王类的超级武器。但现在看来，波塞冬似乎不在愚人岛。尼普顿想了想，低声说道：“下列的预言让我感觉不寒而栗。这个国家每过几百年就会诞生一个可以与海王类对话的人鱼。下列预言，10年后会有一个人鱼公主诞生，而因为这个公主，海王类狂躁不安，进攻了龙宫城。由此可以推测，这个即将诞生的人鱼公主有极大的可能就是那个可以毁灭世界的古代兵器波塞冬。”尼普顿警惕地看着罗杰，没想到你是为了这种东西而来的，我真是看错你了。罗杰和雷利哈哈大笑，你那个爆炸头女儿，我们可没有兴趣。我们想要的是给古代兵器命名的那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巨大财富。为了找到下一块路标历史正文，罗杰一行人来到了玉田的故乡和之国。算上愚人岛的路标历史正文和在大妈那里拓印来的路标历史正文，罗杰已经拿到了2块路标历史正文的内容了，就差和之国和左岛那2块，最终之岛就差一步。就在众人马上要登陆左岛的时候，玉田的夫人天月石突然病倒。罗杰的船医摩洛卡斯诊断之后得出的结果是，石夫人因为积劳成疾而得病，她的家乡就是和之国。在跟随玉田在海上不断漂泊之后，现在终于回到家乡，紧绷着的一根弦也断了，因此卧病在床。摩洛卡斯给玉田的建议是，带着夫人和孩子回到和之国，恢复平静的生活，不要再四处冒险了。玉田咬咬牙，陷入了两难之中。犬狼和猫蝮蛇主动提出与石夫人以及桃之助日和一起回到和之国，与姐妹们等人会合，让玉田没有后顾之忧。玉田一想，自己的媳妇儿病了，自己怎么能忍心把她丢给属下一走了之呢？因此也下定决心留下来。这时石夫人抓住玉田的胳膊，看着他坚定地说：“去吧，玉田，你冒险的决心不就是因为和之国太过拘束吗？如果因为这点小事而放弃了前进的道路，我就要与你斩断婚姻。”玉田心中又感动又激动，嘴巴颤抖不止，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娶妻如此，夫复何求？最终，玉田决定暂时在和之国放下妻儿，自己继续冒险。和之国酒里，玉田走后，警卫们带玉田管理一切事务。因为大蛇已经逐渐在和之国掌权，玉田一党受到排挤，警卫们等人的日子十分艰难。当警卫们听说有海贼船靠岸时，激动地站起身。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玉田大人回来了。警卫们和雷藏、看侍郎来到海滩边偷偷观望，发现靠岸的海贼船并不是白胡子海贼船，心里发毛，难道真的有海贼来犯？直到玉田携妻儿从船上走下来，警卫们等人才飞奔出来，激动得热泪盈眶。武士们齐刷刷地跪在玉田面前，齐声说道：“玉田大人，好久不见。”玉田豪气地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妻儿。一阵寒暄之后，玉田注意到大家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忙问怎么回事。警卫们上前一步，急不可待地汇报道：“在玉田不在期间，大家度日如年，翘首以盼，拼命守护九里，等待玉田归来。如今的和之国都城……”警卫们话没说完，石夫人上前一步打断了他的话。石夫人大概知道警卫们接下来要说什么，无非就是和之国离不开玉田大人，请玉田大人回来给我们做主。石夫人不想让玉田出海的决心动摇，她恳求道：“如果你们真的为玉田着想，请让他出海吧。”石夫人这么一说，警卫们等人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接话茬。玉田转过身，果断地告诉大家：“我马上就要走了。”不等大家阻拦，玉田乘上了罗杰的船，向最后一块路标历史正文赶去。警卫们等人在后面哭成一片，哀求玉田能够留下来。玉田则非常坚定地背对着大家，死死咬住嘴唇。即使背对着和之国，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一旦我回头，就再也不能出海了。罗杰看着越来越远的和之国，低声说道：“为什么罗杰不能留下来和玉田一起干掉凯多和大蛇之后再出海呢？”笔者认为，根除凯多势力并非一朝一夕的事。罗杰虽然很强，凯多也不弱，罗杰想秒杀凯多也未必是容易的事情。而且罗杰命不久矣，这1年的时间能不能到达传说中的最终之岛都是未知。玉田不想让罗杰将有限的生命耽误在和之国，因此他没有告知罗杰和之国发生的悲剧。一行人几经辗转，来到了猫蝮蛇和犬狼的家乡左岛。因为有猫蝮蛇和犬狼的手信，左岛的国王很愉快地接待了罗杰一行人，并带他们参观了红色路标历史正文。罗杰得到了最后一块历史正文的内容，兴奋地大吼一声：“我们走吧，去往最终之地！”全员举手欢呼，众人向海岸赶去。幼年的佩德罗拦在了罗杰前面，请求罗杰带着他一起出航。罗杰摸着幼年佩德罗的脑袋，说出了那句让他铭记一生的名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登场时机。”佩德罗看着罗杰离开的背景，久久不肯离去。
罗杰的船员很快就将4块路边历史人物的内容关联起来，找到4个位置交叉的地方，那里就是最终之岛的所在地了。而罗杰的病也越来越重，为了争分夺秒，罗杰下令立即向拉夫德鲁前进。命运使然，见习船员巴基在这个时候突然病倒，无法继续跟随队伍航行，红发留下来照顾巴基，二人错过了到达拉夫德鲁的机会。告别了巴基和红发，罗杰一行人伴着宾克斯的酒优美的曲调向拉夫德鲁前进。没过多久，海贼世界就被铺天盖地的新闻给填满。报纸上说，罗杰海贼团成功到达最终之地，完成了前无古人的环游世界一周，海上霸主终于诞生了。罗杰成为大家公认的大海之王，即海贼王。到达最终之地的这一天，玉田等人知晓了世界上的一切。世界空白100年，地质一族、古代兵器等。玉田的家乡和之国曾经与世界相连，而庞大的财宝真实存在，就在眼前。罗杰笑了，所有人都笑了，笑到流眼泪。罗杰说道：“乔伊波伊，我真想和你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居然留下了如此不得了的宝物，真是个天大的笑话。800年无人到达的小岛，就给它取个名字吧，就叫拉夫德鲁。”我是节目君，咱们下期见。